家好，在这支影片，我们要来简单介绍 empathize 同理的方法。看完上一支影片，我想大家应该很好奇，同理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对使用者建立同理心呢？在前面有提到，要转换成使用者的角度，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常常会带有自己的偏见，不论我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经验。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我们都养成了一套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。那可能在一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习惯处于所谓的同温层当中。通常我们是依照自己的兴趣、喜好、价值观去选择我们偏爱的东西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相处来往的人，大部分也是跟自己想法或是价值观比较类似的人。所以说，为了打破这样的惯性，在同理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，大部分都会强调要离开自己的办公室，离开电脑。直接到使用者的现场去，直接与使用者接触。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接受到更强烈的刺激，更多来自真实使用者的资讯。我们会获得许多文字资料无法传达的东西，可能是现场的氛围，可能是说不出来的印象，或是感觉。这一比关起门来在电脑前面找资料，或是自己埋头苦思，更容易为我们带来一些灵感或是启发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想要设计 U-Bike 公共脚踏车的体验，就应该走出家门，去到 U-Bike 站，实际去观察人们是怎么借车、怎么还车的，是什么样的人在骑，整个使用的过程是如何，有没有遇到什么不方便的地方。也可以试着跟几位 U-Bike 的骑乘者聊聊，问问他们为什么会来借 U-Bike， 骑脚踏车是要前往哪里。比起网络资料的搜寻与分析，这样的实地观察与使用者访谈，更可以带给我们第一手的新鲜情报。那我们进一步再来谈谈同理的方法有哪些。同理的方法有无数种，但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帮助我们更了解使用者。任何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使用者的方法，都是同理的方法。那你可能会听过，比如说类比式同理、文化探针、脉络访查、焦点访谈等等方法。那在我们这一堂设计思考入门的课程里，我们会介绍最基本的3种方法，分别是观察、访谈以及沉浸。简单来说，观察就是从旁观察，了解使用者实际的行为，实际上做了什么。那访谈就是去访问使用者，去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，了解使用者的看法。那沉浸的话，就是自己下去体验看看，试着经历使用者的情境，试着做使用者会做的事情。在接下来的几部影片，我们会再分别对观察、访谈与沉浸做更多的详细说明。那我们在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。那第一个，我们来谈谈观察。我们可以去看人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事情，行为基本上是不会骗人的。那可以是到现场拍照之后回来研究，也可以是直接去使用者所在的地点观察，用心看使用者的行为，他们是怎么与周遭人事物互动的，以及观察他们的表情、肢体语言，去了解他们试图完成什么目标，他们是怎么从事活动的。例如去到便利超商，观察柜台前排队结账的人，他们都在做什么，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，环境是怎么样？是嘈杂的吗？还是安静的？观察能让我们捕捉到一些魔鬼的细节，这些细节往往连使用者自己也没有发现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透过刻意的观看，去发掘人们自己察觉不到、说不出口的潜在需求。那比如说有哪些容易错过的细节呢？像是用肩膀夹住手机通话，用奇怪的姿势提东西，或是你观察到在公园里面走路的人们会绕过某些地方，或是直接穿过草皮，或者不合理的误用开罐器等等。这些平时容易错过的细节，往往会藏着一些指引需求的洞见。那观察的缺点就是，我们虽然看到使用者做了某件事情，但却可能不太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再接下来，我们谈谈访谈。那访谈就不只是在旁边观察了，而是会去接触使用者，可能是预先规划好的深入访谈，或是在使用者所在的环境，我们直接上前搭话，做一些简短的访谈。那在访谈时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要当一个积极的聆听者，重点不是在于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，而是我们要放下自己原有的认知与想法，专注于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。那另外我们要注意，受访者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，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准确的回忆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，受访者他刻意隐藏起来，那也有可能是我们问的方式有问题。那关于如何准备访谈的问题，怎么做访问，我们会在之后的影片提到。但无论如何，受访者所说的话会显示他自己是怎么看待一件事情的。
他重视的事情是什么。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沉浸，沉浸指的是自己试一试，成为你的目标使用者，亲自体验看看，做做看使用者会做的事情，借由这样角色的转换来体验心境的转换。那这能让我们体会到使用者的感受是如何，能引发我们主观感受上的共鸣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我们到另外一个国家，是跟自己的国家文化差异很大的，我们很容易就强烈的感受到很多生活中的小习惯可能处处都不一样，甚至会为我们带来许多的冲击。那我们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理解到，原来这个国家的人他日常生活是这样子的。那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为了模拟孕妇搭乘捷运的不便，我们会用一些道具来模拟这样的情况，像是挂上好几公斤重的孕妇装，来让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接近孕妇的感受。那在最后，有一些专案会需要更多的领域知识，才可以帮助我们更理解议题，所以我们可以去访谈专家，或者是搜寻统计资料、二手文献等等，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性的理解问题的全貌。只是要注意，专家的意见与二手资料应该作为一种参考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支援我们行动的燃料，而不是直接拿来发展最后的解决方案。那我们对于同理 empathize 的方法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看完了这支影片，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？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，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，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。